这位朋友，你浏览过非法网站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网上浏览过的每一个足迹，都可能成为诈骗分子敲诈你的凭证？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撒偏偏。今天咱们来说一个关于敲诈的故事。三个人意外凑在一起，想敲诈一个经常上非法网站的人，没想到事情一波八折，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，还意外和一起连环凶杀案扯上了关系。具体是咋回事呢？咱们这就开讲。故事的主角罗斯，以前的职业是一名老师，至于为啥失业，咱们先按下不表。总之肯定和双姐没啥关系。罗斯既不会直播，也不会说脱口秀，只能待业在家，成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。罗斯是一边带娃一边写书，然而他写的东西压根就没有出版社要，这也不能天天吃老婆的软饭吧。迫于生计，罗斯打算去干电话客服。这天，他正边吃早饭边看霍金的代表作《时间简史》。当警察的老婆下班回到家，贴心的给他准备了一些下饭故事，比如什么怀俄明寡妇杀人案，什么专杀女性的俄勒冈杀人魔，又是肢解又是开膛破肚的，那是相当下饭。这天，罗斯开着他的破车来到了电话客服公司，人倒起霉来，那真是连喝奶茶都能让波波给噎着。电话客服公司是干嘛的呢？比如你们家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坏了，肯定得打电话问客服吧。而很多公司的电话客服其实都是外包出去的，也就是罗斯即将要上岗的这种电话客服公司，他们为一家网络公司服务，因为大部分用户希望他们对接的是同一个客服，于是这一排男客服都叫杰克，那一排女客服全叫肉丝，而罗斯即将成为一名史蒂芬，就跟著名的大壮差不多。罗斯有点懵，我面试的不是主管吗？本小镇做题家，好不容易才拿了博士学位，你就让我在这当大壮，你要不要吧？小白旁边的这位大壮一看就知道特别擅长打僵尸，咱们就叫他肖恩吧。要知道电话客服难免要面对客户的恶语相向，对于如何克服这种难题，肖恩就很有一套。首先礼貌的请客户稍等，然后按下切换键，一顿子弹输出，骂爽了再切回来，笑着把活推给技术部。罗斯大受启发，立马有样学样，敷衍的回答客户问题，只待客户发火后，又立马按下切换键，大尺度问候他老婆是个婊子。罗斯初来乍到，业务不熟练，没能成功切换频道，以至于所有的恶言全被客户听见了。更尴尬的是，他的上司也听到了。不出意外，罗斯丢了工作。但东风不亮西方亮，肖恩倒是给罗斯指出了一条致富之路。他在后台查到了所有用户的网页浏览记录，其中就有不少是非法黄色网站。咱们可以从这些用户里挑一个大冤种敲诈呀。目标他都选好了，牧师阿伟。想想看，一本正经的牧师背地里居然干出这种事儿，难道不该狠狠敲诈一笔吗？为了保住颜面，想必他也愿意支付封口费。敲诈那可是违法犯罪。罗斯打起了退堂鼓，可是肖恩却打起了感情牌。他的女儿眼睛出了问题，如果1年内不进行眼角膜移植，就会彻底失明。其实早在两人吃午饭时，肖恩就提过这事儿。罗斯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：在别人眼里，罗斯就是一个怪咖，在整部电影中，他总是随时随地不合时宜的冒出几句冷知识。但罗斯自己知道，他记这些冷门数据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，因为他患上了神经失调症，再过1-2年就会什么都不记得，因此他才丢掉了教师这项工作。肖恩说，需要罗斯干的事儿很简单，只要他帮自己做一个不在场证明就好了，10万块轻松到手，事成之后五五分账。肖恩在掌心放了2颗 豆，让罗斯选择，选择蓝色继续之前的苦逼生活，选择红色就跟着他一起发家致富。黑格九哥表示，好家伙，咋哪都致敬我。犹豫片刻，罗斯选择了红色 豆，一口吞下。正当他们要进一步商量时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美女，要求加入他们的计划。美女叫小丽，她和肖恩相识于一间餐厅，当时小丽是一名服务员，肖恩因为食物里混进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要提前结账走人。至于是啥东西，大家自己猜。小丽一眼就看出来肖恩是干客服的，因为他的表情和镇上其他干客服的人都一个逼样。两人相谈甚欢，很快转移到房间里深入交流。小丽提起自己去年当选了少女选美冠军，一听小丽居然还未成年，吓得肖恩大惊失色，提起裤子就要走人。甭管对方是不是自愿的，和未满18岁的少女发生关系，那就是犯了强奸罪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闯了进来，撞见了这一幕，给了肖恩一拳。好家伙，难道是太上老君玩蹦极仙人跳？不着急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小丽再次提出要加入他们，肖恩当然不同意。比如你们家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坏了，肯定。可小丽却有理有据，肖恩和罗斯都干过客服，他们的声音也都被记录在案。如果牧师阿伟录下了通话内容，警方很快就能锁定罪犯，所以只能靠他来打这个电话。很快，他们来到公共电话亭，肖恩和罗斯没想到小丽干这个还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，几句话就唬住了阿伟，甚至还自作主张把诈骗金额提到了20万。经此一役，小丽用实力证明自己足够有资格成为他们的合伙人，并且要求将赃款平分。肖恩说出了详细计划，明晚9点，他去阿伟家取钱，罗斯去酒吧做不在场证明，假装他们的车开到半路没油了。肖恩去24小时加油站加油，那里的工作人员恰好是个盲人，不会知道肖恩去没去过。
之后，肖恩把钱藏在火车站的储物柜，再回到酒吧与罗斯会合。等到隔天中午，他们在碰头分钱，从此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第二天晚上，罗斯没有把被炒鱿鱼的事告诉老婆，看他老婆挺飒的，咱们叫他小飒吧。夫妻俩继续唠着家常。为了调查俄勒冈连环杀人魔的案子， FBI 把王牌特工老野派了过来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线索。在警局工作多年，小飒不禁感叹，为什么有的老实人忽然就变成了罪犯？罗斯有些心虚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，自己要是变成罪犯了会怎么样？罗斯试图合理化自己的行为，如果他是迫不得已呢？小飒会不会网开一面？好家伙，怎么突然拐弯了？这不是往警局开的车呀！罗斯突然严肃起来，别人家的孩子都过得很好，凭什么自己的女儿就要穿旧衣服，就只能玩二手玩具？吃过晚饭，罗斯和肖恩分头行动。罗斯来到酒吧，非常刻意的把肖恩去加油站的消息散播出去。不料，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另一边，取钱的肖恩也遇到了变故，他套着大聪明丝袜来到了阿伟家，没成想成了瓮中之鳖。酒吧出了状况以后，罗斯赶忙跑过来找肖恩商量。一进门就看到阿伟倒在了血泊里，难道说肖恩反杀了阿伟？罗斯大声呼喊肖恩的名字，没人回应，也给小丽打电话，也没有人接听。罗斯很慌，如果警察调查下来，到时候给肖恩做假不当热门的他，肯定脱不了干系。罗斯急中生智，把阿伟拖去化粪池，绑上个圣诞老人的雕像扔了进去，打算帮肖恩毁尸灭迹。罗斯又返回房间，终于在2楼找到了肖恩。原来肖恩和阿伟僵持不下时，枪忽然走了火，打中了肖恩的大腿。肖恩拿花瓶砸晕阿伟以后，就跑到楼上的浴室处理伤口。也就是说，刚才阿伟压根就没死，只是晕了过去。罗斯难以置信，自己居然阴差阳错的杀了人。既然成了既定事实，当务之急要赶紧把现场处理干净。罗斯却忽然跪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到耶稣在流泪，在怜悯他犯下恶行的灵魂。处理完一切后，二人刚走出大门，罗斯却又突然想折返回去。在帮忙寻找名片的过程中，居然无意间发现了一叠光盘，忍不住打开了 DVD， 然后惊呆了。视频里看起来像是在玩字母游戏，看女人恐惧的表情又不像是演的。紧接着传来一声枪响，女子居然被人用电锯分了尸。难道说这个人就是老婆常念叨的专门虐杀女性的俄勒冈杀人魔？不知道阿伟是参与者还是执行者，反正他和这事脱不了干系。罗斯想要报警，却又不知如何跟警察解释阿伟的死因。他下意识的想离开这里，不料一开门就撞到了警察胡子哥。胡子哥的第一句话就震惊了罗斯全家，他说自己发现了牧师的尸体。罗斯想解释这只是个意外，胡子哥却很笃定这绝不是意外，因为牧师的脑袋上中了3枪，尸首现在还在路边的车上。被问起名字时，随口来了一个史蒂芬，这是客服公司的代号。那么又姓啥呢？在场证明，假装他们的车还记得吗？之前和老婆聊天时，他捧着的书就是霍金的实验简史。胡子哥感觉不对劲，他进屋查看后，敏锐地发现了地上的血迹。罗斯只得划伤自己的胳膊，假装地上的血是他的。胡子哥没有听信罗斯的一面之词，而是采集好地上的血样。刚采完，罗斯的老婆小萨就催促胡子哥回警局。原来胡子哥是小萨的手下。胡子哥刚要离开，却还是觉得要看一看 DVD 才放心，于是又回到了房间，打开了 DVD。显然这是肖恩动的手脚。胡子哥刚要一满离，该死的敏锐度又让他发现了地上拖拽的痕迹，并顺着痕迹来到了化粪池。胡子哥让罗斯打开盖子，为了不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，哪怕被肖恩拿枪威胁，罗斯也决意要去自首。不料他刚出门，又被一个陌生女人用枪逼了回来。原来这个女人是阿伟的老婆，看她穿了一身紫，咱们叫她阿珍吧。罗斯赶紧把阿伟去世的噩耗告诉了阿珍，没想到阿珍却十分淡定，因为开枪打死阿伟的正是他本人。阿伟拍了不少猎奇小电影，也就是肖恩误打误撞找到的那些光盘。看来阿伟并不是俄勒冈杀人魔，只是拍了点重口味小电影，然后卖给非法网站获利，整整赚了200万。但阿伟却没有分给阿珍1毛钱，所以阿珍和自己的情人阿强一合计，打算杀死阿伟后拿钱私奔。另一旁，早就醒来的胡子哥被迫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阿珍拿胡子哥的命威胁2个小毛贼，让他们交出家里的200万现金。小恩把今晚发生的事全部通报给了小丽，他解说的比片面说的还要清楚。旁边的胡子哥也都听明白了，赶紧说自己可以帮忙作证，阿伟是他老婆阿珍杀的，阿珍是小丽为了救自己杀的，算正当防卫。就说阿强死的太实在了，不过也是失手意外杀人，罗斯顶多蹲几年就出来了。就在此时，小丽找到了200万现金，和肖恩都乐开了花，可罗斯却坚持要自首。就在他们决定半路放罗斯和胡子哥去追求正义时，胡子哥突然跳窗逃走，被肖恩狠狠揍了一拳。罗斯顺势捡起了胡子哥掉落的警徽，怎样才能让胡子哥乖乖听话呢？小丽想到了一个办法，给他哐哐灌酒，搞得胡子哥只想上厕所。在厕所里，即使晕得5迷3道，胡子哥依旧迅速找到了一条最佳的逃跑路线。与此同时，门外的3人组开始内讧。罗斯发现自己被骗了，肖恩这小子根本就是想吃独食。本来约好了明天中午分钱，结果他买了明天一早的机票，打算带着钱一走了之。
什么女儿眼睛生病了，也全是他的谎话。肖恩说，法院给他下了禁令，他已经2年没见过孩子了。为了见女儿一面，他必须还清欠前妻的30万。就在他们掰扯的时候，忽然间厕所传来一声巨响，罗斯彻底崩溃了。这下真的是癞蛤蟆跳进黄浦江，越洗越脏。失去了唯一的证人，只能一条道走到黑，先把这些尸体处理了再说。小丽提出了新计划，首先把警车开到树上，以胡子哥这样的酒精浓度，只会被认为是他自己酒驾撞树上了。再把胡子哥和阿珍都塞进阿珍的车里，同时把阿珍杀死阿伟的手枪也放进去，然后连人带车一起推下悬崖。通过调的分析，警方自然会知道杀死阿伟的是阿珍。至于为啥胡子哥自己的车撞坏以后会和阿珍在一起，警方或许会以为胡子哥是阿珍的情人，两人合谋杀了阿伟以后私奔。只不过胡子哥喝大了，所以最后开下了悬崖。虽然不太严谨，却已经是目前最好的办法。眼下他们只要再把车开到悬崖边，用力一推，就能大功告成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时候就要出点啥意外了。路上，罗斯似乎看到了什么，发现自己又被耍了。肖恩压根儿就没有老婆孩子，钱包里的照片居然是照相馆的样片。热心的胖司机赶过来帮忙，并建议他们报警。肖恩自然不同意报警，还讽刺他胖。好在胖司机没跟他计较，只是发现他们的后备箱开了。胖司机有些好奇，这么大的行李箱里面装的会是啥呢？谈笑间，到了打胰岛素的时间，胖司机对着肚子就是一针。回到车上，面对气愤的同伙，肖恩说出了自己的经历。他从小骨骼惊奇，天赋异禀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行骗天才，也因此进了监狱。如今出来了，这一身技艺不能白白荒废，便悉数用在了同伴身上。不管肖恩的话里真真假假，反正只要把车推下悬崖，他们就能分道扬镳。可到了地方，打开后备箱一看，阿珍的尸体竟然不见了。3人立刻开车回去找，没想到阿珍命大，被斧头劈了都没死。好了，这下是真死了。紧接着，一辆警车开了过来，走下来的是罗斯的老婆小萨。警方接到匿名电话，说马路上有具尸体。小丽一听，赶紧说自己不小心撞到了尸体，还骗小萨说自己是罗斯的主管。紧接着，小萨接到了电话，之前提到的 FBI 王牌特工老眼到了，他要回一趟警局，顺便把他们3个带去做笔录。到了警局才发现，好家伙，刚才怪里怪气的胖司机居然就是老眼。小萨把老公罗斯留下来照看女儿，自己则带着肖恩和小丽去查看尸体。老眼一眼就推断出阿珍的死因，失血过多的他中途醒来，跳下了车。从他头上的伤口可以看出，行凶者很可能是比阿珍矮的女性。就在小丽以为自己要暴露时，老眼突然话锋一转，说杀害阿珍的人应该是俄勒冈杀人魔。另一边，罗斯看到女儿，心不禁软了下来。他暗自做了一个决定，就在3人组要离开警局的时候，回到车上，罗斯说出了自己的决定，他宁可不要这个钱，也要回到家人的身边。肖恩和小丽提出，只要处理完胡子哥的尸体，他们就会放罗斯离开。几人来到一处工地，打算把胡子哥扔进焦油池里。突然，老眼出现在身后，显然他早就看穿了一切，悄悄跟着他们。老眼最讨厌别人嘲笑他胖，肖恩还偏偏往枪口上撞，被老眼狠狠地暴捶了一顿。看老眼有恃无恐的架势，罗斯和小丽恐怕也没有好果子吃。罗斯赶紧把200万献出去，想要破财免灾。就在老眼分心的时候，肖恩拿出了老眼口袋里的针管，使劲往他脚上扎，痛得老眼把手枪扔了出去，恰好被罗斯接到。局势瞬间反转，老眼却认出了小丽的身份，她就是和俄勒冈杀人魔齐名的黄耀明寡妇。他以没有戒心的男人为目标，等对方进入闲着时间以后，骗他喝下威士忌。酒里还有高浓度的他喝下就会上路。黄耀明寡妇还有一个习惯，那就是随身携带这种威士忌，而老眼恰好在小丽的外套中发现了酒壶。罗斯和肖恩有点慌，非得亲眼看见小丽喝下酒才放心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老眼已经跑得无影无踪。就在他们分头寻找的时候，肖恩不忘初心，偷偷返回车上拿起钱，打算一走了之，没想到被老眼截了胡。老眼不甘心当一个安贫乐道的公务员，只想一夜暴富，而肖恩就是他发财路上的绊脚石。眼看就要没命，肖恩赶紧搬出女儿打感情牌。钱到手后，老眼准备溜之大吉，不料被小丽埋伏了。他们知道老眼有糖尿病，特意逼迫他吃下棒棒糖。等到了打胰岛素的时间，老眼无药可打，两眼一黑，居然就这样去了。花开2朵，各表一枝，始终联系不上胡子哥的小萨决定先带孩子回家。就在他收起罗斯的外套时，一枚警徽掉了下来，正是胡子哥的。小萨瞬间明白过来，纠结再三以后，她并没像之前说的那样将涉嫌犯罪的丈夫逮捕，而是把警徽扔进了河里。另一边，罗斯正准备收拾残局，小丽给他2个选择，要么喝毒酒，要么吃枪子。罗斯却毫不犹豫地喝下了酒。看罗斯这么有恃无恐，小丽也变了脸色。原来早在警局照看女儿的时候，罗斯就把钱调包了，所以一从警局出来，罗斯就嚷嚷着要回家。镜头一转，罗斯家的电话响起，是出版社打来的，终于有人要出版他的书了。而罗斯的女儿则在一旁玩他的新玩具。另一边，疲惫的小丽在路边拦着顺风车，忽然间，一个和善的大爷停了下来。开车前，大爷下车检查了一下后车斗，小丽则拿出了酒壶，打算故技重施。可惜这大爷也不是善茬。
好家伙，再看汽车的牌照，居然是俄勒冈的，这大爷才是真正的俄勒冈杀人魔。影片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对于罗斯的结局，相信很多人会和偏偏有一样的疑问：那么从容的喝下毒酒，他会不会是炸死？网上有这样一种说法，他的致命机制是让乙酰胆碱这种神经递质过量聚集产生毒性，而患有失忆症的罗斯大脑里恰恰缺少乙酰胆碱，也就是说他并不会毒发身亡。不过偏偏是个文科生，不是很懂，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帮忙指正。小丽为了毁尸灭迹，把他们放进车里，推进郊游池，可彻底沉底需要7天。罗斯很可能在小丽走后偷偷爬出来。另外，熟知各种冷知识的罗斯一定知道普鲁士蓝是他的解毒剂，而最后罗斯女儿用的画笔恰好就是普鲁士蓝。除此之外，影片开头是以罗斯的第一人称展开讲述，这样看来，罗斯的确有可能笑到最后，但偏偏觉得罗斯也有可能是真的死了。关于开头的自白，微不足道的导演有可能借鉴了电影《日落大道》中的形式，男主人公身亡后，依旧以他的口吻讲述。另外，影片中还有一个象征意味很足的画面，耶稣的雕像在哭泣，它出现在影片的第29分钟，恰好在全片的1/3左右，衔接了第一幕与第二幕。从这里开始，故事变得一发不可收拾，罗斯的犯罪由被动逐渐变成了主动。如果最后罗斯死了，那么几乎所有参与犯罪的人都得到了惩罚，耶稣流泪的宗教审判意味也就更浓。以上两种观点，你更支持哪一个呢？作为一部犯罪喜剧电影，微不足道给了偏偏很大的惊喜。他没有为了凸显喜剧元素而故意拉低人物的智商。乍一看，骗线3人组很是笨拙，但每个人心里都把自己的算盘打得飞起。肖恩之所以选择只接触过1天的罗斯合作，是因为他只需要有个傻小子帮他打掩护，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，他只想拿钱走人。注意，肖恩在进入牧师的家里时，并没有携带武器，他只想骗点钱，从来没想伤人。而小丽赶过来的时候，手上拿的可是斧头。他平时杀人杀麻了，有可能是想把肖恩杀了，独吞20万。看起来犯罪意愿最低的罗斯一直在冷静地处理眼前的问题，最后成功给妻女留下了200万巨款。只可惜他最后才明白老婆说的话：金钱不会让你富有，没有什么比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更重要。除了主角外，影片中的配角也很出彩。胡子哥的观察力非同一般，人都醉成那样了，还可以冷静地判断形势，想方设法的求生。阿珍如果没有他们捣乱，现在已经和情人阿强双宿双飞。整部影片几乎没有废笔，很多细节都值得推敲。比如，当罗斯提起自己的病时，听到神经递质的名称，肖恩的头都大了，但小丽却立刻说出了发病机制，因为他玩的就是这个毒，自然门清。另外，和小丽下象棋的人都死了，肖恩为什么能幸存？因为当时有个男人闯了进来，打断了他的施法，而这个人偏偏猜测就是小丽口中的很难缠的前男友，才放心。导演被迫吃的棒棒糖也不是凭空出来的。当时罗斯和肖恩在搬尸体，小丽在他旁边悠闲的吃糖，吃的就是这个棒棒糖。肖恩返回去拿钱的时候，打开拉链，露出了笑容。当时观众以为他是看到了钱而欣喜，二刷的时候才明白，当然他就已经发现了钱被罗斯用瓦掉包，所以他起身的时候并没有拿包，不过顺手把拉链又拉上了，因此老远才没有发现钱被掉包。片中还有一些设计挺妙的，比如阿强拿枪对着肖恩时说：“替了向大胡子老头致敬。”他指的是被自己和阿珍合谋害死的牧师阿伟。没见过阿伟的肖恩还以为他说的是圣诞老人，结果最后阿强和圣诞老人捆绑的最深。总体来说，微不足道是一部优秀的电影，不断反转，不到最后一刻很难猜到结局，让人看得非常过瘾。喜欢的朋友强烈的推荐去看看原片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了个拜。